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战小姐吗？是。这里是京大航空，傅九清先生乘坐的 H366航班坠机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战事破产，老爷他跳楼了！九清，5年了。如果我当年回国之前先去找你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出事？哥，你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在给小锦扫墓，马上回去。小姐，给你爸爸磕个头。妈，我看到活着的爸爸了，他在那儿。小姐，你看错了，爸爸那么爱我们，他要是活着，怎么会不回来找我们呢？妈妈，我真的看到活着的爸爸了。他跟墓碑上的爸爸长得一模一样。小姐，爸爸变成天上的星星在守护着我们，乖，给爸爸磕头啊！张小姐，这块墓地你已经欠费半年了，再不还钱，我们就只能将你丈夫的骨灰盒请出去了。您再宽限几天，月底。3天再不还钱，我们就把这块墓地进行法拍，一块墓地20万，你分期就算了，还逾期，你是不是想白嫖啊？好，我会尽快还清的。墓地贷款逾期，房租要交，小锦的手术费还没有凑齐。今天一定要多推销几瓶酒，多挣点钱。男生，至尊 VIP 来了个神秘权贵，出手阔绰，但特难伺候。你不是缺钱吗？要不你去试试？好，我试试。副总，您找的人有消息了，资料我发到您的手机上。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，滴滴答答，消失的时间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到。九清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！生生那留下这封离婚协议书，他就走了，他还打掉了你们的孩子。他说他后悔嫁给你这种穷小子了。不可能，生生不可能抛弃我，更不可能打掉我们的孩子。九清。怎么，看到我没死，你很失望？怎么会？这么多年，你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呀？
你是不是在怪我当年没等你就先回来了？你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真让人恶心。这些年我对你只有恨，我只想把你加诸给我的痛苦，千倍万倍的还给你。傅爷，这妞子惹你生气了？我帮你教训教训她。哎，你过来倒酒。哎，倒酒得有倒酒的样子吧？跪下了。就因为当初我没当面和他说一声就回国了，他就这么恨我，任由别人羞辱我。怎么不想来酒了？小锦的手术费还没有凑齐，还要交房租。为了小锦的手术费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傅爷，看到了吧？就是一臭陪酒的。哎呀，他惹咱生气，咱有多少方法可以搞死他？你看现在啊，为了多卖一瓶酒，我让他跪，他不得乖乖跪下给您倒酒吗？这种贱骨头，就是摇尾乞怜的狗。现在能在这跪着给您倒酒，待会儿我让他嘴对嘴的喂咱们喝。住了！小青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管你，别自作多情了。不是卖酒吗？把这些都喝了。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要这么羞辱我？生生他留下这封离婚协议书，他就走了，他还打掉了你们的孩子，他后悔嫁给你这种穷小子了。你自己做了什么心之毒？还在怨我当年一个人回国，那会儿家里出了事情。喂，柔儿，你在家里乖乖等我，我马上回去。柔儿，她活着这么多年却不来找我和孩子，原来是有了新欢。陆先生，你满意了吗？请勿打扰父亲和新欢恩爱。再见。战南生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说，副总，城西的项目谈下来了，方总约您。项目的事先别提了，查一下战南生的地址。副总，战小姐就住在前面的小区了。查一下怎么回事。好的，副总。妈妈，我
们再找不到地方，今晚是不是就要睡桥洞了？不会的，妈妈呢，今晚先带你去住旅馆，明天一早妈妈就去找房子，好不好？嗯，知道了。房东把房子卖了，战小姐也被赶了出来。10倍价格。喂，真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回去，谢谢你啊，小姐。新的房东叔叔跟我说，我们可以回去住了，走，回家。副总，您现在是战小姐的新房东了，您看要不要去找她签一份新的租房合同啊？妈妈，我们这次回来还会被赶出去吗？不会了，新房东叔叔说呀。战小姐，我们是新房东，来找你签一下新合同。你可以回去了。糟了，新房东居然是傅九清，他如今有了新欢，还恨我入骨。若知道小锦的存在，一定会抢走。不，绝对不行！妈妈，我为什么要藏起来？讨债的来了，小锦千万不能出声，听到了吗？好的，妈妈。男生，开门！怎么了？这么久不肯，屋里藏野男人了？副总既然有女朋友了，那就请尽快签了合同，离开吧。这么晚，传出点花边新闻，有失体面。怎么这么着急赶我出去？真急？妈妈，要。如今他已有新人相伴，对我更是恨意难休，一定不能让他发现小姐我就是有新男人了。你能有新欢，我就不能有新人。来让我看看，这个野男人到底是谁？你今天来找我，就是为了想睡我吗？我让你睡。人间可恶的样子真的假的？我心脏脏脏。只剩下结果，可惜没如果。小姐，你醒醒！你别吓妈妈，小姐！温宁，这次又麻烦你了。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么多，当务之急是小简的病要紧。手术费你凑齐了吗？手术费我再凑了，一定会凑够的。
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生病了？你穿成这样的确也不像生病的样子。怎么，生意那么好，医院都有你想好的？跟你没有关系，让开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这些年受的罪，自然要千倍百倍的还给你。你还活着的意义就是忏悔，而不是到处的出卖身心。傅九清，你别把别人都想得那么龌龊。我只是来看个病人而已。为何留不住你手心的温暖？为何想不起我原来的勇敢？命运太草率，让我们相遇又分开。检查完了？那我带你去吃饭。好。对不起，经理。你又迟到了，下次再迟到你就别来了。对不起，经理。这就是他的新女朋友吗？明明是我为何偏偏还要期待呢？周儿，你先去那边等。业务真繁忙，请副总不要打扰我的工作。柔儿想听昨日重现，你弹给他听。你让我给你的新女友弹琴？傅九清，我做了什么呀，让你这么羞辱我？你自己知道，不能被他这副可怜的样子骗了。放下车跑掉了我们的孩子，我对他只有恨。你老实给柔儿弹琴，不然我有100种方式丢掉工作。好。翻过山面的半鬼脸，黑夜问白天，天雪的世界。你不必再羞辱我，我会离开这座城市，永远消失。身旁已有新人心，我们没有必要再见面。谁允许你走啊？副总羞辱我还没羞辱够。柔儿缺一个保姆，你留下来给她当保姆。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傅九清，你让我给你女朋友做保姆？你不是缺钱吗？100万，留下来给柔儿做保姆，不比你出去卖。小锦的手术费还差30万。好。解决了时间，模糊了双眼，往事的光线，每一瞬间都感觉，那跑过去的昼夜，是孤独。
修炼，只当见不曾经是的话剧中。你如今家人在，我受够了你的折磨。夫妻小姐手术后，我将会彻底离开。哥，他就是你一直在找的人吧？因为害怕他离开，所以你才用保姆协议留住他，对吗？是。哥，他已经在雨中跪了2个小时了，再这样下去他会出事的。这不舍的爱一瞬间消无声了，眼泪究竟是为谁啊？谁说谁啊？昏倒了。你在我心里刻下了早擦不掉美丽的恩人，去医院。你恨我会离开，就是你许的承诺，医生，才算吗？那剩下。怎么样了？病人长期营养不良，受冷引发高烧，如果高烧一直不退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生命危险？傅九清，你活着为什么这么久不来找生生？你知不知道生生和孩子？别给我提孩子！我孩子7个月了，被他活生生打掉，他该死！胡说什么？你的孩子一直和生生生活在一起。你看，这是生生和孩子的照片。温医生，小朋友吵着要找妈妈，找战小姐，我就带她过来了。就是我生生的孩子。爸爸。他就是我生生的孩子。爸爸。还有新欢，我不能让他知道儿子的错，我不能让他抢走小姐。他是不是我的？他不是。可温妮说，他就是你给我生的儿子。他是我领养的孤儿。战南生，你最好不要骗我。你若不信，他可以自己去做 DNA 测验。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？战家破产后，生生这几年都不好过。我以为我那样说，你就可以善待他。他把我的孩子化成了一滩血水，我善待他。你最好赶快养好你的病手，柔儿还等着你给他当保姆伺候。妈妈为什么要撒谎，还要给这个叔叔当保姆？难道这个叔叔是债主？他要抢我抵债？妈妈，我想回病房。让护士姐姐带你回房间休息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。在一生别离，还会爱你，缘分竟然抹去你离去。生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傅九清他有别的女人，他会把小姐抢走的。温妮，我求你，我保命好不好？好，你去看看小姐吧，她吓得不轻。妈妈，刚刚那个叔叔是爸爸吗？不是，只是长得像。那他是债主吗？
不是的，是妈妈以前的一个朋友。可是他对妈妈好凶，奶奶，他会不会欺负你啊？不会的，他只是长得凶。学长，还没下班？下班前来看看你和小姐，你的烧已经退了，明天可以出院了。谢谢你，学长。什么在我的眼前，总有预感将要下雨。就算走在人群里，也觉得你是特地来接我出院的吗？刚好路过，上车。我在你的眼睛看不到你的疼惜。柔儿最近身子弱，在喝中药，忌口的多，你要在她的饮食上多费心思。曾经无名无分的大小姐，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会落魄到如此地步？少爷好。上哪了？你是在关心我？拿医药箱来。是。关心你，别自作多情了。我只是怕你的血弄脏厨房。我自己能清理。别乱动，弄脏了衣服也是你自己清理。傅九清，要是你身边没有别的女人就好，这样我就能告诉你，我们有儿子。你眼中深情的对白，如烟花断了，你现在终会不是爱，回忆在绕开，要怎么释怀？学着放下，去陷入无限循环。和你眼中无情。厨房的工作不适合，去熨衣服。是否说答案？顺其自然，随冷风消散。过了这么久，我终于发现。哥哥竟然在下厨，他上次下厨还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难道是因为詹小姐？准备吃饭？好。战南生，柔儿小姐请你去餐厅。哦，好。吃鱼。好。詹小姐，过来一起吃啊！不合规矩，您跟副总慢用，我先把剩下的衣服熨完。不识后退，别管他。
至于他把对我的好都给了他人，爱情于我不过是镜花水月，一场梦。等我把小琴的手术费凑齐，我就离开。你给我出去！小姐，你别闹，让妈妈睡一会儿。小姐，那孩子叫小姐吗？她会不会是？帮我查一份 DNA。可以用早餐了。早上被你搬来信，不想吃了，把午餐送到公司。你笨手笨脚的，从今天开始，厨房的事不用你管。柔儿小姐，可以用早餐了。你是不是很爱他？我也爱他。展览时拿到钱给小锦做完手术就离开，你不能做小三。您想多了，我只是一个家庭保姆，仅此而已。家庭保姆也有追求爱的权利。中午你去公司给我哥哥送饭。我来给你送午饭。我是连我和孩子都不要吗？怎么还留这个？九清很爱他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必须死心。看起来还值点钱，想着以后若是有天吃不上饭了，就拿去卖点。也是，一个连孩子都不要的女人，更何况深爱着我呢？任南城，你的骨气呢？你就这么爱干伺候人的活吗？保姆不就是伺候人的？不疼吗？你应该很忙，我就先不打扰了。事情查清楚了吗？副总，那孩子发烧了，魏医生一直寸步不离的跟着，我根本没有机会拿到孩子的基因样本。我亲自去一趟。喂，生生，小姐发烧了，你赶紧回来一趟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小姐，你一定要快快好起来，妈妈不能没有你。不是领养的吗？为什么会这么痛苦？难道他真的有什么苦衷？是我错怪他吗？小姐，
妈妈很快就能筹到你做手术的钱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等你康复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离开你爸爸。江院长已经在等你了。好，医院扩建的事我可以答应，但你需要帮我做一件小事。副总，您吩咐。帮我做一份 DNA 鉴定，那孩子是你们医院的患者。好的，今天就给您安排。不能让他发现我。战男生，工作日跑出来偷懒，我想好了再编。小姐，妈妈很快就能筹到你做手术的钱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有急用。舍舍，学长，找我有事吗？温宁说小景的情况不太好，手术费还没凑齐，你还差多少？学长和温宁他们刚买了婚房，我不能再跟他们借钱了。手术费已经筹得差不多了，谢谢学长。宋医生，有台急症手术需要你。好，舍舍，遇到情况不要着急，我们随时都在。好，我先去忙。你要借多少？你愿意借给我？我要30万。可以，但要付利息。隔壁就是酒店。隔壁就是酒店。小锦的手术不能再拖，可是我不能对不起她的女婚。傅九清，你不愿意借钱给我可以直说，我找别人借，我不卖。战男生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杀了我的孩子，你就是我们傅家的罪人。在你赎罪之前，不许轻易离开，否则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。请你不要动文宁和学长。当好你的保姆，他们自会相安无事。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就算再难，我也不能失去做人的底线。他女朋友那么好，我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。不了，这不合规矩。让他坐下一起吃嘛。他让你做你就做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他前妻。昨晚上你们还睡在一张床上。柔儿，你今天话可是有点多，好好吃饭。哥哥，你为什么要让他误会我们的关系？哥哥，她是你妹妹。妻子鉴定报告出来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有事先出去一趟。你真的是他妹妹？是啊，不然我为什么帮你啊？原来不柔只是九清的妹妹，那我要不要告诉九清真相？柔儿小姐，我找你哥有点事，你先慢用吧。夏小姐，我听说你收养了个儿子，
刚刚那份亲子鉴定，该不会是……怎么回事？傅九清若是真的做了小姐的亲子鉴定，结果不应该是这样。放心吧，孩子的事情我会解释清楚的。讲清楚，你儿子难道真的是……九清，九清，九清，我有话对你说，九清。副总，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。开车。是。九清，今天那个 DNA 报告是不是那个小姐的呀？小姐在这里，别说我不找你了。小姐，我真的觉得你说，我要认死了。那份 DNA 报告肯定有问题，小姐她就是这。那份 DNA 报告肯定是假的，那份 DNA 报告肯定有问题，小姐她是你的。什么都总会中的，曾热爱的心的，却没选择。硬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，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。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，是抱抱你就放手，想好好的实心。不行，小姐是九清的孩子，我一定要让她知道真相。副总，詹小姐好像真的有急事要找您，她先前还摔了一跤，您看要不要等一下她？不用管。姜院长约好了吗？约好了，他就在医院等着我们。师傅，追上前面那辆车。好。这么晚了，九清来医院干什么？生生，温宁，你有没有看到傅九清？我看到他往那边去了，那边是院长办公室。生生，你是一路追过来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温宁，我误会他了，芙蓉是他妹妹，我已经错过他5年了，我要告诉他真相。好，快去吧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九清是我的，当年我能拆散你们俩，现在我依然能。真的是你呀，我还以为认错了呢。芷若，你回国了？九清没有告诉你吗？我们快要订婚了。订婚？我们的孩子都3岁了，早就应该回国结婚了。副总好帅啊，好羡慕他的未婚妻啊！我听说副总的未婚妻是姜院长的外甥女啊，听说他们俩都要结婚了呢。天哪！恭喜啊！我看你好像还有事，我舅舅找我有点事情，晚点再来找你叙旧啊。好。如影随形，有了勇气就让哭泣漫穿过去，写一首历史，名字叫奇迹。如果恐惧就像火炬，小姐，小姐，像，这也太像了。像什么？像您啊，这简直一模一样。
叔叔，谢谢你送我回病房，不然我就迷路了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他又不是我儿子，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很可爱？以后不许再乱跑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。叔叔，妈妈说你是她的朋友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欺负妈妈？她很在意你，常常对着你的照片落泪。落泪？因为跟我爸爸长得很像，但是妈妈说他变成星星了。像你爸爸？爸爸是谁？我爸爸是小姐，刚刚有没有摔到哪儿？妈妈，我没事，叔叔是好人，是叔叔送我回来的，不然我就走丢了。我们的孩子都3岁了，早就应该回国结婚了。谢谢你，父亲。小朋友说他爸爸很像。小锦从小就没有爸爸，做梦都想有个爸爸，所以见到谁都爱说像他爸爸。你一路追我到医院，到底有什么急事？之前我问你借钱的事，你还能借我吗？你找我除了借钱就没有其他事？没有。副总，江院长和江芷若小姐已经在等。知道。来量度，被你牽動思覺，最後誰緣纏繞到天國，然後撕裂軀殼，欲斷難斷，再不甘心去捨割，難道愛本身可愛在於束縛？無奈你我牽過手，沒成熟。他这么晚来医院，就是为了见江芷若。是商量婚事吗？副总，您这么着急见我，有事吗？九清，你怎么回国？我听说你妹妹肝衰，在找合适的供体，我来试试。你有心了。江院长，这份报告有没有问题？我马上就要回国了，您一定要帮我，千万不能把真的 DNA 给傅九清。整个 DNA 的实验过程，我全程参与了，不可能有问题的。我知道了。小姐就麻烦你照顾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，温医生跟孙医生已经叮嘱过我了。我等了他这么多年，却等来他将要订婚已有女儿的消息，他真是疯子。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太九清，听说珊珊在你们家当保姆，
要不要带他一起回去啊？不用，他只是个保姆。你刚回国需要倒时差，我送你回去休息。可是这么晚了，生生不会不安全吧？不用管了。我太笨，明知道你是错的人，明知道这不是缘分，但我还是奋不顾身。终将曲终人死，我必须赶快筹到钱给小锦做手术，早日离开了。明知道这学长，你下班了？我刚值完班，走吧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坐公车很方便的，还有末班车呢。太晚了，不安全，还好我也顺路，走吧。好。学长，我到了。今天谢谢你。生生，你是我学妹，又是宁宁的好朋友，跟我不用这么讲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我帮你。不需要。已经不需要回答。今天的雪在下，将我的心蒸发。如果爱可以放下，为何那么多挣扎？那冷风烙心如刀割，仿佛爱的惩罚。处理好，副总可以走了。做我的女人，这里面的钱都是你的。子聪没有告诉你，我们快要订婚了。做你的女人，以什么身份？情妇吗？九清，你还是没办法原谅生生，对吗？可惜了，要不是他狠心，你们的孩子都已经5岁了。这么快心软原谅了，想做富太太，配吗？无论是情妇还是富太太，我都不稀罕。不走，还不走？战南生，你好样样。不懂。李管家，那块墓地帮我卖了吧。詹小姐，坐下一起吃吧。她是保姆，不是客人。我吃好了，下午的时候接你去医院。好。柔儿小姐，我今天上午有些事情，可以请个假吗？我的病恐怕治不好了，上午去看看墓地吧。可以，我刚好也要出门。
谢谢。怎么才10万？不应该是20万吗？你是二手木，能卖10万都不错了。嘿嘿。哥哥，怎么会是哥哥的遗像？傅小姐，你眼光是真好啊！此魔帝依山傍水，藏风聚气呀。前墓主是谁？叫战南生，他是代管葬夫。最近他儿子住院了，所以才买的。他人呢？刚走。快追！现在已经有了10万，先去医院交押金吧，剩下的再想办法。哥，战南生贷款给你买了墓，他一定很爱你，你快去找他。在哪儿？他坐大巴车走了，他卖墓是为了给他儿子治病，现在应该去医院了。小姐，手术费的押金妈妈交好了，你马上就能手术了。妈妈，你养我一定很辛苦吧？要是爸爸还活着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妈妈不辛苦，只要小姐好好的，妈妈做什么都不辛苦。妈妈，那个傅叔叔真的不是爸爸吗？是。可是他跟墓碑上的爸爸长得一模一样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是妈妈骗了你，他的确是你的爸爸，但是你们不能相认。战南生，真的是我儿子，是我错怪了你吗？妈妈，什么？副总，有事吗？他真的是我儿子。芷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你妹妹配型成功了，护士跟我说你在这儿，我就过来找你了。南生，我跟九清还有事儿，晚点再来看你啊，明白吗？战南生，他到底是不是我儿子？九清，我们赶紧过去吧，舅舅跟专家还在等着我，你不担心柔儿的病情吗？九清，我听说小朋友是生生领养的，他跟你们俩长得一点都不像，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？好，去江院长办公室。好。战南生，你敢跟我抢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妈妈，刚刚那个女人是爸爸的女朋友吗？你是担心爸爸抢走我，所以才不让我跟爸爸相认吗？爸爸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我们……可是妈妈养我太辛苦了，爸爸应该养我。
小姐，妈妈不能失去你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小姐很渴望父爱，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九清？九清，手术方案聊得很顺利，晚上是我接风宴，你来，我给你介绍肝胆专家邵医生。好。把战南生儿子手术费给缴了。好的，副总。喂，晚上早点回家，我找你有事。傅九清，你孩子是你领养的，那墓地呢？柔儿说你给我修了墓，修墓是不是因为你还爱我？你出现要幻灭是错觉，它让我迷。那你呢？江芷若是你女朋友吗？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你吃醋了？我战南生，我可不可以当你还爱着我？哥，江芷若打电话说让你去接风宴，他说邵医生已经到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拿好病历跟我一起去。我的病我自己清楚，治疗的意义不大。所以你就去买墓地。柔儿，你只是肝衰，又不是不治之症。那好吧。师生，今晚是我的接风宴，我帮你引荐我舅舅，看看他能不能免了你儿子的手术费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请出示邀请函。这我邀请函。请进。小姐，请出示您的邀请函。江小姐叫我来的，她没给我什么邀请函。你是今天第7个说是江小姐邀请来的，这里是高级会所，不是勾搭男人的夜店。去，赶紧滚！一副狐媚样，却没有邀请函，肯定是来勾引男人的，真不要脸。天哪，那是富士集团总裁的车，真的是富士总裁。天哪，太子爷好帅啊！听说他还是江小姐的未婚夫，好羡慕啊！副总，您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位小姐她没有邀请函。她跟我一起的。对不起，副总，我不知道她是您的女伴。小姐，请进。还不跟上？谢谢你给我解围啊。副总不是江小姐的未婚夫吗？他怎么带那狐媚子进去了？不知道，狐媚快进去吧。好久不见啊，
上次你推过那家店特别好。副总，江院长和邵医生在包厢，我领你过去吧。江芷若既然也邀请了你，那你就好好放松一下，我忙完来找你。好。战南生，你凭什么让九卿一直爱你？等你身败名裂后，看他还爱不爱你？战南生，你个臭婊子，勾引我老公，你还有脸来？你个臭婊子，勾引我老公，你还有脸来？根据刑法第246条，捏造虚假事实伤害他人名誉，情节严重者，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想坐牢？你这就是我朋友，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。江小姐，我不是故意挑事儿，他真的勾引我老公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要是没证据的话，我就报警抓你。我老公说了，他屁股上有一颗痣，一亲了就会变红。莎莎，什么样的痣？方的还是圆？大的还是小的？长在左臀还是右臀？我哪知道？又不是我跟你有一腿。他不知道，我知道啊，因为我也是他的裙下之臣。莫西城，我就算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也绝看不上你这种垃圾。战南生又当婊子又立牌坊，他右边屁股上颗痣。你要是想自证清白的话，就脱下来给大家看看呐！快脱呀！有什么不敢的呀？对呀，就是啊。张小姐，脱吧，脱吧，都是你的证人，都是证人。清白就脱，脱呀！他的心肝得了。我儿子他不是野种，他不是。他不是。天哪，不是说副总是江小姐未婚夫吗？要我看，战南生才是副总的新手啊！嘘，小点声，你看江小姐那脸色多难看。谁给你的面子？敢动我的女人？副总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嘴欠开个玩笑。给你个赎罪的机会，跪下，道歉，求他原谅。就这样吧。乖，等收拾完这帮畜生，我们再回去。不想把事情弄大。谁刚刚揍他摇了？又有谁喊着要脱他衣服？主动道歉的话，我姑且可以原谅；若是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报复。战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嘴贱羞辱你，请你原谅我。嘴贱打嘴，打到他满意为止。战小姐，是我听信谣言，我不该诬陷你勾引我老公。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
怪我没能及时阻止他们，你也有煽风点火的嫌疑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的。九清，以我跟你的关系，我能害生生吗？或许是我误会。生生，我本来是好意相邀，想让我舅舅免了你儿子的手续费的，都怪我把事情都搞砸了。不管是江家还是傅家，你们都惹不起。今天的事情可大可小，听懂了吗？生生，他们都已经认错，知道自己错了。如果事情闹大下去，可能会不太好收场。你看看，这样，就这样吧。就这么放过他？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回家。我陪你。子清，我带生生去换条干净的裙子。不用，告诉江院长和邵医生，我有事先走。子清这么护我，是因为还爱着我。可大多故事结果，总是花开两朵，天各一方。你当众抱我，江芷若不会吃醋吗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她不是你女朋友吗？谁跟你说的？这搞半天，战小姐才是傅总的真爱啊！吓死我！还好我刚刚没有落井下石羞辱她。嘘，小点声！你看江小姐那脸色多难看。江芷若，你他妈差点害死老子！是啊，这跟傅总到底有没有订婚啊？当然，而且我们马上就会结婚。那他为什么护着站在身来亲他，却一点面子都不给你？滚！都给我滚！这是上辈子不得好死！江芷若要不是你的未婚妻的话，你那么护我，是不是因为还爱着我？你那么护我，是不是因为还爱着我？你呢？对我还有感情吗？如果你对我还有感情的话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跟我说话。无论要多久多长多少，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女儿，我要调查清楚。我考虑考虑。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小伤，没事。去医院处理一下吧。也行，反正本来也要去接蓉儿。蓉儿小姐怎么了？她肠胃不舒服，打点滴去了。难怪她今天没有来宴会。喂，蓉儿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先去陪妹妹吧，我也要去看小姐了。世界都诞生在漩涡。如果他还爱我，我可以接受他收养的孩子。也许我们以后会有属于自己的孩子。生生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小姐的手术费已经缴清了，我们可以商量手术方案的事了。缴清了？我只交了10万的手术押金啊。是，副总下午让人缴的。你怎么没跟我说？你先去看小姐吧，晚点我去儿童病房找你。文宁，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真相？为了小姐，觉得你应该争取。可是江芷若说他们俩已经有个3岁的女儿了，谁知道真假？再说他女儿需要父亲，难道小景就不需要吗？
既然以状难强，深以入局，我会调查清楚他们到底有没有女儿的。如果没有，我会尝试跟他复合。行，你决定就好。我们聊聊小锦手术的事吧。好。谢谢你啊，放心吧，小简的事儿就交给我了。奥特曼，喜欢吗？嗯，送你了。谢谢。叔叔，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疼不疼啊？小伤，没事儿。叔叔，我帮你呼一呼，呼一呼就不疼了。哦，你妈妈把你教得很好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叔叔，我妈妈藏了很多你的照片，她很爱你，你可不可以对她好一点？她还爱我吗？如果她还爱我，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？求求为了护我叔叔，他们父子俩又相处的那么好，我应该为小锦争取。秋秋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秋秋，我其实……妈妈，这是叔叔送给我的奥特曼。那你对叔叔说谢谢了吗？当然，叔叔还夸我是好孩子呢。今晚，谢谢你。别忘记心底深处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帮我解围，也谢谢你帮小锦交了手术费。就用嘴巴谢啊！我没有儿子，你当我干儿子好不好？他给我当干儿子，我对他视若己出，给他最好的医生和医疗条件，不同意。我没有不愿意，其实小锦她就是你，我愿意。这样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我喜欢傅叔叔，他身上很温暖。如果没有不愿意，那我给你个机会和我在一起，要不要？可是江芷若告诉我，你们已经有女儿了。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哪来的女儿？那我愿意跟你在一起。机会就这一次，你自己好好珍惜。秋秋，我想告诉你，其实小锦她就是我。秋秋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舅舅看了你妹妹的最新检查报告，数据异常，你赶紧跟我走。好，等会让唐宋送你回去。你的意思是要尽快手术？傅小姐病情恶化，腹水严重，活体肝脏移植越早，希望就越大。傅总，芷若她随时可以捐肝救你妹妹，但我和她父母希望同去。威胁我？秋青，救你妹妹，我自然是心甘情愿的。舅舅怎么能提这种要求呢？傅总，我膝下无子，就芷若这一个晚辈，我视她为己出。她身体弱，活体移植风险那么高，我要为她做打算的。我不会去。九青，傅九卿他油盐不进，看来你的傅太太之位怕要落空了。
傅柔今天晚上不是办住院了吗？你偷偷给他加点什么药，造成他快死的结果，我就不信傅九清他不答应。配型的事继续找。副总，华夏移植配型库汇集全国捐献者信息，或许还有希望。抓钱。你妹妹到底生了什么病啊？你不用担心，好好休息。我想帮你。让我抱一会儿，就是帮我。好。小锦的手术定在了哪一天？明天上午9点。好，到时候陪你一起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先去睡。傅柔病得很重啊，我要是能帮上他就好了。妈妈，爸爸，等我手术好了，我们一家3口就永远在一起。你叫我什么？爸爸呀，干爸也是爸爸呀。虽然你不是我的儿子，但我会将你视若己出。不怕，爸爸和妈妈在外面等你。九清，小姐，她其实就是九清，不好了，你妹妹她呕血了，邵医生说呕血是临床危机状况。走，小锦这里有我，快去看妹妹吧。好。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哪来的女儿？看来当年的事就是江芷若所为。温娘，手术顺利吗？做的微创很顺利，不过需要在江护士观察2天，1周后就可以顺利出院了。好。副总，你妹妹这个情况不能再拖了。除了娶江芷若，其他条件我都答应。副总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芷若她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一个依靠，这也是我和她父母唯一的条件。你呢？也是这个态度。姐姐，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落井下石的人吗？当年生生抛弃你，打掉了你的孩子，你在去找他的路上发生重大车祸，是我在你旁边不离不弃的照顾你，就这么想我吗？副总，听说你认祖归宗，回到傅家以前，都是你妹妹打工赚钱，供你读书，你就这么忍心看到你妹妹香消玉殒吗？条件我都答应了，
什么时候手术？等你和芷若完成订婚仪式。生生，我跟九清很快就要订婚了，到时候你来观礼呀。你们之间根本没有女儿，我不相信他会。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她现在是我的。当年的事是不是你？生生，你该不会觉得他还爱着你吧？半年前，他跟我求婚了，我拒绝了，他就很生气，所以找你来刺激。你呀，只是我们婚礼中的一环，听明白了吗？我不能相信江芷若，我得亲自去问傅九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卡里有1000万，是傅总对你和孩子的一点心意。不过，你不能再留在这儿了。真的要跟江芷若订婚吗？是，我很快就会和江芷若订婚。等小锦出狱，你就带她离开。那我呢？在你心里，我究竟算什么呀？逃走，送他走。张小姐，您的卡。不必了，我期待就不会有伤害。我跟他之间到此为止。妈妈，爸爸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我们真的要去机场了吗？爸爸他就要结婚了，我们不能再打扰他了。詹小姐，我哥他是为了救我，不得已才答应和江芷若订婚的。什么意思？我肝衰，需要活体移植才能救命。江芷若和我配型成功了。张小姐，您和傅氏千金傅柔配型十分成功。如果您还有意向捐赠的话，我们华夏机构将奖励您10万元。您之前不是说您缺钱吗？您看，你们会不会是弄错了？据说配型成功的是江芷若。我们不可能搞错的。大数据显示，只有您和傅小姐匹配成功了。江芷若就是个骗子，我哥今天和他订婚，你快去阻拦啊！你帮我把小锦交给温宁照顾一下。好，你快去阻拦他们。哎，你说今天是江小姐和傅总的订婚典礼，你们猜这男生会不会来？他来干什么？来丢人现眼吗？他就是个三儿，是江小姐和傅总 play 中的一环呢。我听说啊，那战男生已经被傅总从别墅里给赶出去了呢。不要脸的小三，活该被赶出去。江小姐，你好漂亮啊！是啊，江小姐，你今天真美。江小姐，你和傅总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那战男生跟你比呀，差远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生生他是我的朋友，
你们不要这么说他。今天是江小姐的订婚大喜，我们就不要提战南生那个贱人了。晦气！战南生可真不要脸，他竟然真敢来，谁说不是啊？生生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你订婚大喜，我怎能不到？生生，你从小什么都跟我抢，可是九清她是我的未婚夫，你能不能吃点廉耻，不要跟我抢啊？抢？他是你的未婚夫，那我又是谁？战南生，我劝你要点脸吧，怎么当小三儿还这么拽？就是，副总马上就来了，我劝你啊，识相点，赶紧滚，要不然被副总扫地出门，那可就不好看了。生生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欢九清，可是九清他已经明显拒绝过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缠着九清啊？江小姐，你跟这种人还废什么话呀？要是我，早就让保镖给他轰出去了。对，保镖，把这不要脸的东西扔出去。战南生，既然你这么无耻，那就对不住你。保镖，把他轰出去。究竟谁无耻？谁是小三？天哪，他什么时候和副总结婚的？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江小姐，不会你才是这个小三吧？战南生，你居然为了跟我抢九清，连结婚证你都造假！来人，抓住他！你在干什么？副总来了，九清，你怎么来了？妹妹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了。你不该来，带她回去。你不能跟她订婚。别闹，乖。九清，订婚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等仪式结束，我去陪你去医院。邵医生还在等。华夏移植配型库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他们说大数据显示只有我跟傅柔小姐是配型成功的，所以你一直在欺骗傅九清。我没有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个月前，我为了给小锦凑手术费，去华夏移植配型库进行了相关数据匹配。若是配型成功，我能获得一笔酬劳。江芷若，你要点脸吧！这男生和副总都已经结婚了，你还不择手段的去抢他？就是做小三，不要脸，吃相难看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他们已经离婚了。我不是小三，我不是小三。江芷若，到底背着我干了多少恶毒的事？九清，我跟你妹妹傅柔配型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华夏机构跟我舅舅医院的数据库并不相同，你相信我。九清，订婚取消，不会娶你，自己好自为之。我爱的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变过，别再来招我烦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等我吗？副总，傅小姐又吐血了，柔儿病情恶化了，我们去医院。好。这么不要脸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太不要脸了！江芷若，原来你才是那个小三儿啊！真不要脸！走，我们才不要跟这种垃圾来往！嘿，滚！都给我滚！战南生，傅九清，让你们跟我一样痛不欲生！我要杀了你们的儿子！啊！
我可以活体一直救他，他会平安的。世上，谢谢你，我不该这么多年都不来找你。当年战家破产，我母亲逼我回国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离开你。学长，听说你之前是柔儿的主治医生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傅小姐的检查报告有问题。什么意思？肝衰患者禁止使用抗凝治疗，而傅小姐最近的检查报告当中显示，她一直在使用肝素，所以有人在谋害傅小姐。无论是谁，我都要把他揪出来。我怀疑这件事情与江芷若和江院长有关。找死！我们报警吧。好，芷若，你赶紧出国吧。副总已经怀疑我们了。舅舅，我得不到的，我就要把它给毁了。江建国，你现在涉嫌故意伤害罪、非法行医罪，还有滥用职权罪，现在对你依法进行逮捕，跟我们走。走。医生说了，柔儿只要能挺过今晚，就脱离生命危险了。谢谢你，叔叔。你先去温妮那儿接小锦吧，我怕她等着急了。好。你快醒醒！怎么了？小锦呢？小锦呢？叔叔，快叫小锦！小锦让那个疯女人迷魂带走了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快！江芷若绑架了小锦，她要烧死生生和小锦，你快去救她吧！陈南生，小锦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我也不许你们有任何的损失。江芷若，不许动！生生，你没事吧？走！小强，这一切都是江芷若搞的鬼，是她伪造了离婚协议书，还修改了 DNA 结果。小锦就是你的孩子，小锦就是你的孩子。爱要如何？原来容忍不需要天分，要爱做一个他是我们的孩子。心痛比快乐的是我错怪了你。这样的讽刺，先生，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！副总，爸爸妈妈会不会有事？小姐，爸爸给你保证，妈妈不会有事。你有没有被吓到？有没有受伤？小姐很勇敢，没有被吓到，也没有受伤。好孩子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妈妈说我的名字出自怀瑾握鱼的典故，所以我叫傅怀瑾。你说宝宝还有2个月就出生了，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好？我想到了，如果是男孩呢，就叫他怀瑾；如果是女孩，就叫他怀瑜，取自怀瑾握鱼这个典故，寓意美好。
诚实陪我关灯，就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但却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爸爸应该早点认出你。应该早点出现。爸爸，对不起。当时做的决定。爸爸，你的手疼不疼啊？爸爸见到你很开心。爸爸不疼。走。有没有事？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已经没事了，只是麻药还没退。那就好。相知如如果不是你，我跟盛世就不会被活活拆散5年。我和小姐也不会父子相见不相识。我要你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先把小姐送回家，我去趟派出所。好的，副总。小姐，当年你车祸是我在床前照顾了你8年之久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不是来保释我的？啊，小姐。你做梦！听清楚了，我会让你把牢底洞穿，也只能烂死在牢里。世生，我们因为误会整整错过了5年。这些年你独自承受压力和痛苦，抚养我们的孩子。你愿意再给我一次弥补你的机会吗？再嫁我一次，可以吗？再嫁我一次，可以吗？Remember, love you, I love you. 사랑인 줄 믿었고 운명이라 불렀죠. Remember, love you, I love you. 그대 눈동자 속에 내가 살고 있는데 나에게만 不到位，我爱的只有这男生，对你只有硬。我愿意。哇，妈妈答应求婚了！小姐终于有家有爸爸妈妈了。臭小子！처음부터 그대였죠. 나에게
宝贝，去给爸爸妈妈送戒指。好的，小姑。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爸爸妈妈，戒指在这里。傅太太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傅先生，往后朝朝暮暮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李腾，